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摄影构图中的三角形构图。我们在摄影构图中经常会用到对角线和三角形的构图，这不仅能够强化几何的美感，还可以带来一种动感的张力。三角形也能使画面呈现出深度的立体感，可以是正三角，也可以是斜三角或者倒三角，其中的斜三角较为常用，也比较灵活。我们来看这张用树枝捆绑出来的十字架，从主体的十字架中心部位画一条斜线，接着我们画对应的另一条，我们再把斜线打上来，这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构图。三角形构图具有安定、均衡，但不失灵活的特点。有些 A 字形构图也是三角形构图。我们看这张鸡蛋的照片，同样是以三角构图的方式。我们把它的几个点连接起来，就能看出拍摄者运用的是三角形构图方式。正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会很好的突出主体。就三角形的形状来说，推荐等腰三角形，因为可以占据空间的大部分，使最后我们拍出来的影片充满气势。我们来看这张佛像的照片，我们从画面主体的顶部位置开始画线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我们看画面中是不是其他部位还有三角形，比如说佛像的这个位置以及这里也都有趋于三角形的形状，再加上佛像整体的三角形结构，整个画面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稳定、沉静的视觉感受。三角形是一种非常吸引眼睛的形状，对于边线常常只需要两条就够了。第三条我们可以假设，或者可以使用合适的画框边界作为第三个边。比如我们看这张船的照片，作者是以俯拍的方式进行拍摄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边线，从画面的左上端到船头形成了一条边线，船的下端到船头我们来画一条边线，而画框边界作为第三个边，这样就形成了三角形构图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摄影作品。在这张作品中，摄影者选择在层层相叠的山体中，通过左右错开、远近对比的方式，来重点突出画面中央的三角形态势。在重点表现画面稳固感的同时，道路的延伸使画面增加了灵活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画面，这张画面除了主体部位有一个三角形之外，其他的部分是不是还有三角形呢？我们看主体两侧的山脉是不是也构成了三角形？答案是明显的。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个三角形，使照片看上去非常的稳定。我们说呢，三角形可以按照任何形状构成，唯一不能构成三角形的是三个点排成直线。比如说这张蜡烛的图片就无法构成三角形的构图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，我们再次用画线的方式看一下它的三角形构图。整体的画面非常的均衡，而且非常的有趣。这张静物的照片也采用了三角形的构图方式。我们用码放在远方的玻璃瓶连接到主体位置上来，再从主体位置连接到右侧的瓶子上，我们再来画一道边线。作者通过比较平稳的主体，搭配上两个倒放的瓶子，运用远近的方式，以及虚和实的结合，以及通过倒放的瓶子使整个画面变得活跃起来，避免了画面的呆板，使整个作品比较均衡，但不失灵活。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，作者以仰拍的方式来拍摄三只正在下台阶的狗。
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发现作者采用的是三角形构图。让我们来划线看一下。我今天所说的基本上是摄影构图中的三角形的概念。概念既然我们学会了，就要看我们怎么去灵活运用了。我们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，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画面中有哪些明显的三角形，又有哪些是较为隐蔽的三角形。我们在放置主要的和次要的主体时，多试试不同的方法。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